龙王抚须长叹：星君所说不错呀，此事是小神疏忽，小神立刻召集各方水神前来，统一领会星君之精神。李长寿含笑摇头。而今天庭逐步步入正轨，天庭约束越发严格。此前我曾用化身在凡尘行走数月，所见大多数龙族子弟都算恪尽职守，为龙族气运计，为天地安稳计，为自身功德计，造福一方，行善行好。但龙王仔细聆听，面露正色，此时已经是掂量清了这个担字的重量。依然有大概30%的龙族子弟改不了自身骄奢淫逆的作风，于河道湖泊之下大兴宫殿，聚众取乐，置水生民生于不顾啊！甚至有龙族子弟以戏弄人族为乐，更有甚者做出强抢凡人女子之事。强抢凡人女子？龙王眉头紧皱，也是被此事惊了一下，定声道：此事可是有所误会啊，吾龙族子弟如何会对凡人女子动心呢？李长寿露出几分苦笑，手中拿出一只流影球，放到了龙王手中。龙王皱眉注视了流影球一阵，勃然大怒。左右！大殿门口4道身影匆匆而来，单膝着地，一言不发。去将敖千华长老请来，派一队兵将将敖千华的长子抓来。若是逃了他们父子半个，敖千华一族一个不留。诺！这4道身影齐声答应，转身化作4股水流，极快地遁去。在大殿角落中的海女、乐师、龙子、龙女，此刻都是噤若寒蝉，已是不知多久没见过陛下这般怒色了。东海龙王站起身来，先是在宝座前踱步，又想起什么，对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，叹道：还请星君降罪，吾约束族人失职，不曾想竟有龙族犯下如此荒唐事。李长寿站起身来，对龙王还礼，在袖中拿出几颗流影球，放到了龙王身旁的矮桌上，沉声道：龙王爷，这次之事念在龙族与我的交情，我并未直接对玉帝陛下禀告，而是来了龙宫之中，便是怕龙族太过被动。龙族内情，龙王爷比我明白，龙族之忧患，龙王爷也比我清楚。而今我须得对龙王爷言明，神位绝非儿戏，天庭神位也非龙族内职。这几条龙，龙王爷酌情处置，最好是能选1、2扭送去天庭，在玉帝驾前请个罪，也算是正一正龙族神奇的风气。龙族内部氛围相对宽松，天庭也无意干涉龙族内部之事，但做了天庭神奇，便受天规约束，还望龙王爷能明白。小神明白，小神明白。龙王低声轻叹，对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，李长寿还了一礼。如此，那我便回天庭了。星君何不留宴呢？今日免了，龙王先处理这些事吧。言说中，李长寿拱拱手，端着拂尘走向殿门。东海龙王在后面送了2步，几位龙族长老将李长寿送出了水晶宫。李长寿刚走，东海龙王就叹了一口气，看了眼那几枚流影球，手掌拂过，尽数捏碎。把这几条孽龙都抓回来，先吊在困龙柱上打3天3夜，再送天庭请死罪。水晶宫外，李长寿的老神仙纸人虽然走了，但是此地潜藏的几只纸人略微展开先时，就捕捉到了几队匆匆赶往南赡部洲的龙族兵将。敲打龙族须得一步一步来，不能直接搞极限施压那一套，那样只会让龙族寒心。团结龙王以及龙族高手，让龙族有志之士站出来，去怼龙族腐朽的部分，这才是正理。驾云出了东海，李长寿大摇大摆的要朝着东天门而去，目光扫了眼白袍束腰处的挂穗儿，那青蓝之色此时却成了浅紫。
有高手仙师正在探查我。李长寿故作不察，心底已经推算出是何人要来寻自己，却是不慌不忙，直往天庭。刚飞了1000里，一朵白云带着一名面容俏丽的女仙径直朝着自己而来。化身。李长寿眉头一挑，心中暗自叹了一口气，本体继续在三仙岛按兵不动。就听一声呼喊：您可是天上的太白星君？这嗓音当真如同百灵鸟一般婉转低回，仔细品味又藏了几分激动，几分羞怯，几分被压下的荡漾。李长寿含笑转身，停下云头，看着远处飞来的仙子，上下打量了他几番。兴许是李长寿的目光太过肆无忌惮，这仙子俏脸绯红，却是落落大方的向前对着李长寿盈盈一礼。他刚要开口，李长寿就是一句：没想到道友扮起女子来也是惟妙惟肖，不愧是西方教大师兄。仙子先是皱眉，而后极快地露出怔愣的表情。他还要继续演下去，但见李长寿的目光带着笑意，一副看好戏的模样，当下就冷哼一声，一扫衣袖：化身之道当真瞒不过太白星君。好说好说，只不过道友太好猜了一些。道友此次前来不知有何贵干，不如你将本体现身，贫道与你切磋一二，了结了结因果。这仙子冷然道：星君不觉得自己有些过分？依我算计，各位大教，贫道不过杀你人教仙宗一名金仙，道友却报复数十载而不绝，更是将鲲鹏这般大恶栽到了贫道头上。贫道与鲲鹏有何关联？李长寿淡定的一笑，目中流露着少许笑意。真当我是愣头青吗？什么话都会向外说。若是道友心里没鬼，为何不来天庭自证清白？贫道清白，何须去天庭自证？道友不如拿出你非鲲鹏第二元神的证据，若能说服贫道，贫道自不会多提此事。说实话，你我虽是仇敌，贫道也不屑于如此诬陷，只不过是有了一定的证据，才有了合理的猜疑。道友，你是否觉得一生之中与鲲鹏相交浅浅，上古时不过几面之缘，就没什么关联？唉，那鲲鹏行事颇为高明，为了不露破绽，特意在分出第二元神时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忆，又行了鸠占鹊巢之事。一派胡言！道友，请看此物。李长寿在袖中摸出一只流影球，显露其内画面却是鲲鹏与他在混沌海大战的细节。啪的一声，流影球被李长寿捏碎，鲲鹏的假身主动战死，为新身做掩护。而道友你罢了，此时尚未有定数，只是想请你来天庭配合调查。言罢，李长寿摆了摆衣袖，扭头就要飞向高空，临走又扭头看脸弥勒。鲲鹏之算计源自于远古，你我之仇今后定要讨个说法，但是此事贫道还不至于诬陷。哼！冷哼一声，驾云而走，只留下那弥勒的化身在云上愣神儿。而后李长寿的嗓音自云雾间飘渺飞来：凡人、神仙、生灵、大能，我是谁？你又是谁？道号只是一个符号，你可以叫弥勒，别人也可以叫弥勒，鲲鹏的第二元神也可叫弥勒。当第二元神相信自己叫弥勒，又能代表什么？你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处？你出现在这三界中，对三界意味着什么？是你选择了弥勒，还是弥勒选择了你？道友，你执迷了，这般的你，甚至不配做贫道的对手。
那仙子又愣了一阵儿，不多时，他在袖中拿出了一只流影球，反复看其内的内容，自是刚刚与李长寿的对话。我这次想为自己洗白的算计自是失效了，但是心底却不得不泛起了各种念头，一时竟是心烦意乱。是我选择了弥勒，还是弥勒选择了我？弥勒这个家伙，该不会借我的这一段随口胡诌的话顿悟了吧？小琼峰上，刚从三仙岛回来的李长寿正在湖边暗自嘀咕。他细细的品味，自己这几句话对于弥勒这般高手来说，还真就有点唤醒本我的意思。可他当真只是随口忽悠，想给弥勒种点道心缝隙。也是最近这30多年，自己研究天魔特性研究的太多了，下意识的就想去搞敌手的心态，给他们道心搞出一点缝隙来。谁让弥勒来的只是一具化身，还是较为粗糙的神念化身，便是直接打杀了，对弥勒也没有什么影响，这都不是问题啊。问题是自己的化身不一定能打得过呀。遥想当年，自己用指道人套娃之法忽悠了一次金蝉子，让金蝉子去找3颗痣，而今指道人之法已经骗不了人了，却勉强地掌握了一门嘴上功夫，这也算是小小的进步了。那什么太白金星一身神通大半都在嘴上的传闻，倒也是不算虚假嘛。瞧了眼正热闹的棋牌室，李长寿坐回单房前，闭目凝神，开始细细的体悟均衡大道。紫霄宫过后，一直到大劫正式降临，李长寿能做之事只有寥寥几件：修行参悟大道，尽量增强自身实力。为商国的建立保驾护航，提防西方教釜底抽薪，掌控3000世界大局，避免仙盟提前失控，积累更多指道人，并琢磨出更强的反干扰禁制。如今全新改良后的指道人具有更稳固、造价更低的优势。李长寿的思路主要有3个，第一个是增强自己元神之力与元神的关联，这一点主要是从杜书人身上得到的感悟。元神天魔本就是真灵意识在不同道则作用下所产生的不同形态，这只上流天魔的确给了李长寿不小的助力。其他2个思路主要是从简化指道人禁制、增加禁制防护2方面入手。为此，李长寿也钻研了10多年的上清符箓，算是从云霄那里窃来的小灶。有一说一啊，人教圣人课程形式相对较单一，讲究悟道法自成与自然有妙法，即让人教2位圣人弟子在悟道的过程当中自己去领悟斗法的神通，才不是圣人老爷忘了教，又或者是懒得开口呢。现如今李长寿掌握了丰富的修行资源，修行之事的难度只在于境界感悟，灵丹妙药随手炼，重宝灵宝自不缺。对于自己能够得到的多余的灵石宝材，李长寿也没有闲置，继续之前小琼峰防卫卫星的工程，并将小琼峰周天星斗炮提上了日程。那只从混沌海鲲鹏府邸收获的先天土之精，李长寿也开始了漫长的培育过程，最少都要几百年才能够将它融入小琼峰总体大阵中，作为主阵之灵。届时再出现渡仙门遇袭这样的情况，灵儿就可以无压力操控小琼峰上5成阵法。届时是不是有些事后诸葛了这？李长寿微微睁开眼，目光眺望着空旷的天穹，无边无际的云海，心底泛起了少许无奈。终究还是选择了受制于天庭啊。正感慨着，一道玉符自世界之外飞速而来，后面隐隐追着一群天兵天将。师兄的道运。李长寿袖袍一挥，将玉符隔空射来，而那群追着玉符而来的天兵天将也被李长寿温声劝退。将玉符放在数丈之外，用仙石探之，看其内的简单内容，李长寿额头挂满了黑线。域外天魔发疯，吵着喊着要攻入洪荒天地，杀太白，灭金星。
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是因为我命金鹏和谛听清扫域外天魔让对方恼了，还是因为我表明立场，坚决拒绝鲲鹏的勾搭，让鲲鹏怒了？1个月内发起了数次大攻势，若非太极图帮忙，玄都城怕是要崩啊！哎呀！李长寿禁不住沉吟一声，抬手扶额。这般都能意外树敌，可还行？他仔细地分析了一阵，断定域外天魔对自己影响颇小，倒是师兄提到了圣者2字。那天魔尊者域外天魔的母亲，对这些域外天魔传递的神念中，表达着对李长寿侮辱了他们圣者的极大愤慨。天魔尊者这般先天神魔，莫非跟鲲鹏达成了某种长线合作战略？带着这般疑惑，李长寿仔细地斟酌了一番，很快就拿出了2枚价值不菲的超品传信玉符，一枚给师兄回信，一枚发去了金翅大鹏鸟处。后一枚玉符中写道：铲除天魔，造福万灵，除恶务尽，莫留后患。李长寿也不敢把话说得太明显，只能够按照金鹏的性子这般小小的鼓励一下，不然他倒是真的担心金鹏一时兴奋会下令宁杀错勿放过，从而造下不必要的杀孽。给大法师的玉符中，李长寿简单的言说了前因后果，叮嘱师兄小心那个8成就是鲲鹏的圣者。对方现如今也不知强到了何等境界。做完这些，李长寿神分各处，在3000世界与洪荒5部洲各转了一圈。仙盟安稳，临天殿无恙，黑豹访友之后继续闭关修行，仿佛此前完全无事发生。